我真的好想買房子系列，50年老公寓好便宜，但是你買了會後悔嗎？先說結論哦，老公寓便宜，當然是有它自己變便宜的理由嘛，对不對？哦，那你要買的話哦，還是要考慮一下。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台灣房市緩着陸成功，或叫軟着陸啦，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討論50年老公寓買了沒錢整修哦，這是來看一個新聞哦，標題我念一下：買得起卻裝不起家，網哀嚎老屋翻修太燒錢，雙薪族購屋觀念變了哦。那內容是這樣哦，就有一對情侶想買房子，那本來鎖定的是50年的老公寓，覺得這樣總價很低嘛，頭期款比較好湊，他會去考慮到50年老公寓，他的那個地段應該是很好，我亂講，可能中山啊、大安啊這種的。結果他們就問了統包跟裝修業者以後才知道說，光是水電拉管、防水、浴室地板這些基本的工程弄起來就要好幾百萬哦，這還不包含家具、家電跟軟裝哦。而且他們看一看以後，你看這個錢，這個裝潢的貸款哦，沒有辦法隨着房屋貸款一起下來呢，但額外要掏出來的呢。那老公寓的3房在整修哦，真的是動不動給250萬、300萬以上哦。然後他們看一看，就跑去看新北重劃區跟預售案，因為算一算哦，你自己看老公寓的頭期款，然後再加上裝潢的錢，如果裝潢錢他拿得出來的話，那你這整包加起來的頭期款，你是不是可以去看大樓了？對啊，就變成這樣。哦，那算一算以後，他就是認為說要花這個錢哦，反而買預售比較能接受。首先，短期之內就不需要投入大筆的修繕費用，再來是付款也比較彈性嘛。哦，那也能降低那種邊裝潢邊租屋的壓力。好，你看這個考量很合理嘛。哦，那你看這個就是之前我說的，為什麼會造成說最沒有實力的年輕人跑去買最貴的預售屋？哦。這個我做一下，我不是要酸他們哦，只是這個就是非常奇怪，預售屋明明就很貴，然後老屋整理要拿出來的錢哦，現在已經跟預售屋差不多貴了哦。當然我講雙北啊，其他縣市還是會有一段價差，因為其他縣市老公寓沒有貴成這樣嘛哦，所以這個年輕人的考量，我個人認為蠻合理的啊。那他準備相同的錢哦，日後住新房子有停車位，那他如果準備相同的錢去買老屋 ，OK 好，地段好的老屋。然後沒有停車位，然後錢都快就過了緊巴巴的就對了，除非他股票賺很多嘛。再來你要知道，雙北老公寓買之前要謹慎，就是我們都說買雙北可以買老公寓嘛，但我會建議你多個前提，就是你買的老公寓必須是屋況 OK 的老公寓嘛，屋況要 OK 嘛。為什麼？你不要想說你在雙北買個廢墟，然後回來爆改哦，安諾都安諾。為什麼？因為你就會遇到剛才新聞中的那個狀況哦。你只要統包來報價以後算一算，你就會發現說，哎，好像還不如買預售哦，或是買屋裡沒有那麼大的中古屋了，對不對？所以你要買哪一種老屋，就是只需要簡單化妝就好的哦。你只要抽換電線，然後油漆一下就可以入住這種了，這叫屋況好的老屋。甚至原本老屋的瓷磚哦，你要不要動，都可以再研究。那個老公寓的地磚很難看嘛，哦，那你可能就不去做瓷磚剔除了哦，那個拆除清運又很貴哦，那你可能就是直接在鋪新的地板在這上面哦。那如果你是要自住的話，我會建議你就是預算都花了差不多了哈，該有的都有了哈，但有一個地方你可以加一點點預算，就是燈哦，燈具哦，燈真的是那個氛圍的魔法啦哦，你只要燈挑得好，輔助燈有多，整間房的氛圍哦，就跟那個法國電影一樣，就是它非常的有質感這樣。好，那家具什麼的，真的想省錢，你可以考慮買淘寶。我是很討厭，但是淘寶就是便宜啊哦。那淘寶的話，你買你還是要挑一下，你要看評價哦。淘寶便宜哦，那有些那個氣味很大，就甲醛啊哦。然後你自己去算哦，你全屋買淘寶，跟你全部都買 IKEA 最便宜的。然後你那個運費 IKEA 多少就給你免運了嘛，那你這樣比較起來之後 IKEA 沒有貴到哪裡去嘞，真的是這樣嘞，然後就買到什麼？買到設計感跟安全哦。淘寶很多大型家具進來這邊要打木條嘛，哦，要打木框，然後運費有的時候會超級昂貴哦，就是這樣。哦，那我自己的話就是選用全屋都是 IKEA， 哦，最便宜的 IKEA， 是也沒爛到哪裡去啊，哦，租客也是住得好好的啊。最後你要知道，
預售跟重劃區也不是萬靈丹。那我們還是講回來這個新聞，這對小情侶最後說要買預售有沒有錯？沒有錯哦。你自住的房子你喜歡你都可以嘛，只是你買預售之前，我還是要提醒你說，雖然買預售短期之內可以分散你的現金壓力，但它至少有2個隱形的風險哦。來，第一個，這不叫風險啊，這就是現象啊，就是生活機能的成型時間。重劃區的發展哦，是需要時間的，你知道嗎？政府去規劃一個重劃區哦，它怎麼規劃到成熟期的重劃區，它時間跨度拉多長？政府自己內部都估300個月後要有機能成熟，要有效益。300個月你自己除12，你看這幾年，幫你算完了25年，就這樣。然後一個重劃區剛開你就進去買，對不對？政府自己都認為說25年後這個地方才會 hold。我有非常多的案例啊，比方說高雄美術館特區，這個都20幾年了呢。第一批房子大概50、23、24才有今天這個美術館的樣子。那你說這個高雄美術館特區一重劃下去，第一個案開案，那時候開案不會是大樓，你知道那時候開案就是透天啊。為什麼那麼好的地段要只蓋透天不蓋大樓？啊，你一個新重劃區，建商也怕好不好？他也不知道這個是賣不賣得好。那你看等到現在呢，重劃區的發展真的都是這樣，短則5年，長則10年、15年這樣子在發展的，就是生活機能啊，你的 Seven 全家啊，便當店啊這些東西啊，現在又怎樣？缺工缺料，所以發展的時間又要更久。那你提早卡位進去，你就是要忍受生活的各種不方便還有很多，例如說淡海新市鎮。在以前家樂福淡新店進駐之前他們要一次買齊生鮮跟日用品只能夠下山往市區或竹圍跑。那第二個，通勤時間大幅拉長如果你買的是比較遠的重劃區，那你每天通勤來回會多個40到60分鐘嘞。你一家2口人這樣子加起來，一年累積下來好幾百個小時在通勤的路上。當然如果你在台北買的地方可以接捷運會好一點，但是如果你是要騎車開車通勤的話，台北的交通你也知道，所以我不是說預售不能買也不是說重劃區不能碰，而是提醒你說你中間會有一個就等待成本啊，你沒有去見證過一個地区的發展，你就會覺得說新房子很好，然後就買下去，但是要等它生活機能成型到一個大家都認為是可以啊，巴黎的那個重劃區的話，真的很久你不一定有，就你要把它考慮進去說就等這個你行不行？你光是比方說要搭捷運你要先騎車開車到一個地方放停，然後還常常沒有位置然後才轉得到捷運。OK， 好，那回來的時候已經很累了一樣繼續騎車開車，然後再加一個下雨那你看你行不行這種日子你可能要過5到10年是這樣子像現在高雄有一個現代進行式你就看那個中都美術館後面的中都重劃區，房子好不好？很新很漂亮生活機能有沒有？大概就是那間全聯，然後其他要麼你去美術館，要麼你跨過中華路，你跑到那個十全九如那邊，也就是高雄火車站後站，一家去沒生活機能，你知道，處心燦燦是不我們丟，但是你要吃個東西，你要幹嘛？但現在年輕人又有一招嘛，外送叫外送，所以你的重點就是給它放在哪邊？都通勤通勤上你 OK 還是不 OK？你能不能過那種日子，過5到10年？好，那講完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跟你講了50年公寓買得起，結果會發生沒錢裝潢的怪現象。那我的建議是雙北的公寓你要買還是可以買，但是你不要買屋況太差的。如果你看一看決定去買預售也可以，那你要想清楚說你那個時間也是一種成本你買預售就是會多負擔一個時間成本。那如果你看一看你還覺得都是 OK 的沒差，你就來等你就是想要住新房子的話，那就大膽去買這沒有任何問題。最後我想問你，如果你現在要買雙北50年公寓，你會怎麼選？ A. 買便宜的廢墟，我邊住邊改。 B. 買貴一點但屋況好的，我想直接入住。 C. 我直接買凶宅啊，又便宜又大間又不用開冷氣整天就陰風嗖嗖。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意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
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74%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這個我今天講到老公寓，雖然後面是在講那個預售嘛，主要是買賣上的考量。但我跟你講老公寓哇，真的是像我們自己會整理房子的，哇，現在看的老公寓我會驚呢，我真的會驚呢，真的是很不好處理啦，因為它什麼東西那個大錢你都省不掉。整理的部分，整理的話你自己去看是不是有，你就打那個老屋翻新然後在 YouTube 上你看多少团队多少網紅去拍過。好，那個以前長怎樣就廢墟的樣子，然後現在長怎樣。好，這個你給它拉到影片最後面，通常大家默契就是這個改造的費用會放在最後面。那你拉到後面去看，你看那個價格就恐怖呢。我還看過一個老公寓改完花了350萬。為什麼？他還要改頂樓防水，他那個5樓那還要改頂樓防水，頂樓防水沒人鳥他，然後就變成他自己弄，然後他要穿鐵衣，不是穿鐵衣，那個要架一個鐵皮安諾都安諾。那個你就是自己吞了，那誰要買那個老公寓不就是貪便宜嗎？結果那個大魔王在後面就是裝潢費用，那你看接下來要怎麼辦？而且老公寓不是說改完就會超級漂亮老公寓還是有很多那種改完你還是覺得說，哎媽的，這個不如我去住電梯大樓最常見的問題就是說，你電線抽換一定是 OK 的嘛？那你就抽，你那一戶一定全抽那老公很恐怖他的那個電線一勾出來一看，什麼1980啊，電線上面都會有勾出來看，你的電箱旁邊那是什麼東西？然後老公寓很長常年沒人住他也沒升級過電他就是寫30安培，30安培你一個3房你4台冷氣同時開下去跳電說不定你開到第2台你就跳電了，那怎麼處理？你就要拉大電拉大電還要看台電怎樣就很麻煩了。還有外牆的一整圈壁癌就變成你要出動蜘蛛人或是那個有一個做法，因為有一個工班跟我們這樣報，就是反正他就是人出去沾防水塗料然後在陽台這樣子能擦多少是多少擦看他給我們的資料也是蠻細緻的不是說那個擦不到的地方就算了，還是蠻細緻的這樣因為你老公寓你外牆你大概有窗的地方你伸出去擦，你那一层自己都擦完了就不便宜不然你就要上一些蜘蛛人就是從頂樓拉個什麼東西掉下來，然後高空作業的那種，就是很麻煩我怎麼看怎麼麻煩，而且你光那個電你要管水管的問題水管真的很難換，你一個老屋全部給它拆光光你光那個運費都會比人家加很多，人家的料阿摩頭要幫你這樣子從1樓放到5樓用背的人力去背所以老公寓以前戰鬥力很強，真的很強，因為很便宜嘛。現在的戰鬥力真的要再看看就有看過一間它外面一整圈都是壁癌，然後壁癌的厂商找了幾家來估，反正說14萬可以撐3年，你要去擦嗎？14萬以後這個錢花了所以嘞下次要再花一次嘛。然後有一個他估說這個擦完應該沒有特殊意外的話，比方說地震太劇烈，然後造成那個裂縫擴大，就突然并出一個很大的裂縫的話他敢跟你保固10年 OK 好50萬。不是我買個房子然後處理這個所以老公寓有老公寓自己那個裝修成本超級高昂的問題，裝完以後你也覺得還是鳥鳥的，就是廁所你當然整間重做然後怎麼樣？然後進去廁所還是有一個門檻現在新大樓都直接是過去了就是平的，裡面外面是平的，沒辦法你就是要塞那些管那你不這樣子做的話，你要讓全屋是平的怎麼辦通常就是你要看樓下鄰居要不要給你塞，把你的管塞在他們家天花板，那一定玩 gay 的嘛，對很麻煩所以老公寓現在看起來真的是相當麻煩。
那住也不好住哦，然後要改的錢也花很多，然後即使你花大價錢改完爬樓梯沒車位哦，對不對？所以老公寓真的是要再研究研究。好，還有一個關於公寓的八卦哦，就剛發生哦啊，這不是什麼好事情，不過我還是很慎重的講給你聽啊，就是新竹啊，在6月8號星期一深夜3點多，不是有一個便當店氣爆案嗎？你記不記得哦？來幫你複習一下哦。那個照片長這樣，一片狼藉，深夜哦，3點多哦。那翠哦，然後那個 FB 上都在講氣爆，因為附近的居民啊都聽到就很誇張的爆炸聲，從睡夢中驚醒啊，哦，以為打仗了還是怎樣，都有這個新聞。好，那新聞就這樣子嘛，哦。但我去檢查了一下，我去逛了一下，原來有這個細節哦，就是那個氣爆發生的時候，便當店裡是沒有人的。OK， 就是氣爆，哦，把大概1/3個城市都這樣嚇醒哦，說超級大聲這樣。可是這個公寓的隔壁的2樓，也就是反正就那個氣爆嘛，它的上方的旁邊那一戶的2樓有睡一對老夫妻，結果他被氣爆造成的那個反正就磚牆倒塌，主臥的磚牆倒塌砸到他往生了，1次2個是這樣的。新聞寫到65歲吳姓丈夫，58歲張姓妻子，在2樓臥室的床上被牆面壓困，絕望，怎麼還有這種事情？睡得好好，這就是命啊！哦，睡了好幾十年，從來沒有想過會用這種方式離開人世間。那你說這個公寓1樓，對不對？到底租給人家做便當店，以前都還沒差哦，現在怎麼辦？那個房東哦，以前就是討厭人家去做那個湯湯水水哦。那個烈火烹油這樣子，因為覺得髒啊，蟑螂老鼠會很多啊。還有一個就是，反正你樓下開個熱炒店你就知道了，上面的居民都不得安寧。熱炒店有酒客會喝酒，然後划拳嘛，講話很大聲，然後划一划然後站在路邊抽煙，那個煙味反正很誇張啊。反正你是1樓的屋主，你也不想要去租給做這種吃的哦。好。那你現在是怎麼樣？全台屋主又要擔心說你要租一個不會氣爆的，是不是？然後老公寓都是叫瓦斯桶的嘛，它不會有天然瓦斯嘛？哦，天然瓦斯在爆它有它的那個上限，就是它的管啊，它會直接鎖起來就對了。真的爆起來沒有上限，像高雄氣爆的那種，那是沒辦法的代誌，那個就當天災了。總之就是說，公寓還是有相當多的問題跟狀況，真的很多哦。我在那個泥水工培訓班裡頭老師就有教疊磚牆，雖然我們現在都用不到但是就疊一個磚牆，怎麼疊啊，怎麼膠釘啊那邊弄，還有直徑呢，甚至還有直徑呢。你那到牆邊，你要鑽個洞，打個鋼筋進去呢，小的啊，小小只細細的鋼筋進去，然後都要這樣子打。好，他要做那個磚牆的韌度韌性哪個疊法可以防氣爆？你告訴我。就沒有嘛，所以遇到就遇到了。這個公寓的問題真的很多，發生了這個，誰疊磚牆會想說要用磚牆來抵擋便當店的氣爆？不可能啊！然後發生了這個憾事，所以啊，也不怪年輕人就是喜歡新房子因為老房子的問題真的是一大堆那公寓啊這種東西啊，還有什麼的地方可以讓人認真去評估嗎？我現在看起來有幾個題目可以來，第一都更第二陽台補燈陽台補燈呢，你不要想說你撿得到漏，那個就是要一個城市很有價值的時候，反正我要表達說雙北大概都被撿完了然後中南部的話，你那個有燈沒燈應該也差不了多少就是這種鳥蛋狀況。好，然後第三個就是已經隔好套房在收租，他收租已經好幾年甚至10幾年的那種那像這種套房就會比較理想。因為他把貴的錢在10幾年前都被花掉嘛，然後他現在亂租嘛，什麼5000塊然後亂租那個學生套房嘛，那這種東西我們可以把它這樣買下來，然後自己去把它改漂亮就不動結構的那種，把它改好改漂亮改美那有壁癌什麼處理燈具什麼重拉 OK 好，這樣可以弄得相當文青。那租金的話連在高雄你 double 可能都做得到就是這樣。因為公寓是老屋主是超不去管它的，你知道，所以房子又爛但是其他地段很好像這種房子說不定還比較有搞頭一點。